天护生河，下云梯。不帅，大帅有令，全军停止攻城。你说什么？风太大，老子没听到。大帅军令，即刻鸣金收兵，后撤30里。回兵令下来。你脑子里装的是大粪吗？滚开！大帅，先锋营已经摸到城门洞子了，这时候撤军，兄弟们的血不是白流了？墨渊，你来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如烟在哭。大帅，那是敌国的皇后，哪怕她今天哭出一座孟姜女庙来，这城也得哭。你不懂，如烟一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刚才她在城墙上喊话，说只要我不攻城，她愿意折寿10年。她还是那么善良，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我怎么能让她双手沾满罪孽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现在撤军，皇帝调集大军合围，我们这30万兄弟就是案板上的肉，这是造反，要诛九族的，不是过家家。为了如烟，这江山我不要也罢。我要脱去甲胄，赤身背负荆条，亲自去城下向如烟请罪。我相信，陛下会看在我一片赤诚的份上，原谅将士们的鲁莽。我这是穿越到了古早女频舔狗小说，成了主角身边的炮灰副将。按照原书虐恋剧情，他孤身负荆请罪，结果被埋伏，30万将士尽数死卷。他却在天牢里和女主上演3000章虐恋情深，最后特么还是大团圆结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30万兄弟要为你的爱情陪葬？将军，我老家有句话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过。你说什么来着？舔狗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将军，我这也算是帮你解脱了。秦墨渊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杀主帅，这是谋反，要诛九族的！谋反？哼，这种为了个女人葬送3军性命的废物，也配叫主帅？老子不杀他，难道等死，然后去阎王那儿喊冤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斩杀气运之子向问天，剥离气运成功，恭喜宿主！千古一帝系统激活，请问是否领取新手大礼包？领取。反贼，你竟敢杀大帅！他不死，30万兄弟都得陪葬。我这是在救你们。疯了！你个疯子！大帅一死，军心大乱，我们全完了！兄弟们，大帅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杀了这个反骨仔，替大帅报仇！杀！剁成肉体喂狗！丁，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奖励1：霸王之勇，奖励2：洞察之眼。霸王的力量来得正好。去死吧你这个废给我滚！这不可能！太坏了！单手抡起500斤的帅案，这特么还是人吗？还有谁想是？赵老将军，你向来对向问天这个恋爱脑有诸多不满，现在他死了，这不是正好吗？秦副将，你糊涂啊！哪怕你夺了虎符，外头的大军岂能听你一个副将使唤？所以我需要你，你资历老，威望高，跟我出去站台。不，这可是谋逆死罪，要诛九族的，我不能跟你疯。向问天要把30万人带去落凤坡送死，那才是真要全军覆没。跟我走，我保你活命。全军听令，向问天已死，是我杀的。什么？大帅死了？这小子造反，杀了他，替大帅报仇！你们喊着报仇，可你们知道你们敬爱的大帅刚才要干什么吗？向问天通敌卖国，勾结敌后柳如烟，意图葬送我30万大军。通敌卖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以为他是为了撤军休整？放屁！他亲口承认，为了博那个毒妇皇后一笑，要把我们全部带到30里外的落凤坡。落凤坡那是四面环山的绝境啊，只有一条出口。皇帝的御林军早就埋伏在那儿了，只要我们卸下，等待我们的就是万箭穿心，死路一条。大帅，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要拿我们的命去讨赏！不信，你们问问赵老将军，向问天是不是个被女人迷了心智的疯？秦副将所言句句属实，向问天确实要拉着大家去送死。老子不想死，老子绝不当舔狗的牺牲品。我不仅宰了他，
我还要带着你们活下去，把这泼天的富贵抢到手。愿誓死追随秦将军。柳如烟，这30万人的怒火，我要让你拿命来填。放屁！全是放屁！兄弟们，别听这个反贼妖言惑众，顾大帅是为了大义。朝廷怪罪下来，我们可是要诛九族的。大家一起上，杀了他送给皇上，不仅无罪，还能加官进爵。系统，开眼。加官进爵。王虎，你指的加官进爵，是不是上个月把前军弟兄们的冬衣卖了，换来的那5000两银子？你胡说什么？前军的兄弟们上个月冻死了20几个，你们想知道棉花去哪儿了吗？都在王虎京城大宅的司库里，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。王虎，你这个还我兄弟命来！张彪，城西那口枯井里的水好喝吗？那一家3口的冤魂晚上没来找你索命。你是母……还有你李挺，军粮里掺沙子，吃的兄弟们满嘴的流血。你这身肥膘全是喝冰血养出来的吧？老子杀了你！跑！我想我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，垃圾清理干净了，路也给你们指明了。现在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末将愿听秦将军号令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愿听秦将军号令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逃命吗？废话，秦将军杀了项帅，捅破天的大罪，不跑等着砍脑袋吗？完犊子了！俺娘还在老家等俺娶媳妇呢，这下成反贼了，全家都要死。都把嘴给老子闭上！大帅，祭旗的时辰到了。都认得这个吧？这就是向问天那个蠢货求来的招安令，上面写着，只要我们退兵，自负双手去请罪，皇帝就会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？那咱们是不是不用死了？你们信吗？那个连亲兄弟都杀绝了的皇帝老儿，会放过我们这群握刀把子的丘丁？别做梦了！只要你们放下刀，就是案板上的肉。到时候你们老家的爹娘全都会被抓去充军，流放千里。退一步，万劫不复。想全家死绝吗？从现在起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摆在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像狗一样被杀，要么跟着老子杀进去！看见那座城了吗？那是大楚最富庶的地方，只要攻进去，钱是你们的，女人是你们的，这天下也是你们的。反了！去他的皇帝老儿！抢钱！抢粮！抢饭！反了！抢娘们儿！反了！全军听令，调转矛头，今晚老子带你们去御书房跑马。问天哥哥，你怎么还没来？你不是说会负荆请罪，跪在城下求我原谅的吗？难道你要让我在这冷风中一直等你吗？皇后殿下，夜深风大，您还是回宫吧，城外不安生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问天哥哥马上就会来接我的。这是千军万马的动静，一喜有大军逼近。问天哥哥舍不得让我等太久的，他终于来了。皇后殿下，那是军队冲锋的阵仗，杀气太重了，快退下！不才，那是问天哥哥为了显诚意，带兵来向我低头认错的排场。问天哥哥带着这么多兵来求我，我一会儿该用什么姿态原谅他呢？来了！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我受苦。问天哥哥。
旗子，那是谁？柳如烟，你在找这个吗？秦墨渊，怎么是你？问天哥哥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！见你？他为了见你，可是连命都豁出去了。既然想他，我就成全你们。这是问天哥哥的贴身令牌。萧无天死了！不，他是战神，谁能杀他？别嚎了，难听。你不是愿为他做任何事吗？怎么不跳下来陪葬？看来你的爱情也不过如此。攻城，先登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至于那个女人，留活口，抓进天牢，让她慢慢哭。盗我者死！鬼，他们是地狱来的恶鬼。陛下神机妙算，只要向问天今晚一卸甲，咱们埋伏的刀斧手就能瓮中捉鳖。哼，向问天不过是个被女人玩弄于股掌的蠢货罢了。算算时辰，柳如烟那边戏演足了，那废物怕是已经在外面跪着哭了吧？等兵权一归朝廷，陛下就是真正的一言九鼎。混账！慌什么？是不是向问天来了？让他跪着爬进来见朕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向问天死了！死了？难道是柳如烟动手了？哼，这女人下手倒比朕还狠，省得朕亲自动手。不是皇后，是兵变，镇北军反了！不是皇后，是兵变，镇北军反了！副将秦墨渊当日斩杀向问天，他死了圣旨，正带着30万大军疯狂攻城，外城已破。你说谁？秦墨渊，那个跟在向问天屁股后面唯唯诺诺的炮灰副将，他把将军全杀了。秦墨渊简直是个疯子，他说今晚就要睡在您的御书房。放肆！传旨九门提督死守内城，朕倒要看他有没有三头六臂。救命啊！不是说撤军吗？怎么打过来了？我的腿断了，腿断了！你们太慢了，看老子的！凤剑，快射死他！射死那个穿黑甲的！滚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借你们的人头，给老子的登基大典铺个红地毯。带什么夫人？姨太太也都不带。秦疯子打破外城了，再不跑全家没命。又来了一次！向问天那个废物，为了个女人送了命，还把30万骄兵给击反了。哟，当初向问天出征，您不是写诗夸他当时霍去病吗？现在倒撇得干净。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窝里斗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挡住那个秦墨渊。依我看，不如议和吧，咱们开个价，给他钱，甚至把柳如烟送给他。对，乱臣贼子嘛，给点甜头就安分了。封他个异姓王，保住江山。报陛下，外城失守了。什么？这才半个时辰啊！外城墙高3丈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他根本没爬墙，他简直不是人。他知道咱们城防图的所有死角，废弃10几年的暗渠被他精准找到。叛军里应外合，瓮城没了。这仗怎么打？这分明是按着攻略在打咱们啊！报，陛下，叛军攻破了朱雀门。秦墨渊那个杀神，他单手举着几百斤的石狮子，直接砸开了宫门。御林军全线溃散，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啊！完了，大苦要亡了！你说他砸开了宫门？是。那他现在离朕还有多远？就在台阶下面。大帅，这门板里面绝对用铁条封死了，连个坑都没撞出来。
要不俺带人驾云梯硬翻过去？一群泥腿子也想破午门？做梦！放箭，射死他们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防守都是个笑话。神机营何在？那是神机营的铁疙瘩，他们要干什么？皇帝老儿以为关上门就能当缩头乌龟了，把家伙事都对准那扇破门。弟兄们，这扇门后面就是皇帝的金銮殿，就是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金山银海。谁第一个冲进去，赏黄金1000两，封万户侯。那个叫柳如烟的废后，我也赏给他当洗脚婢。活捉楚云天！疯了！这群反贼全疯了！快去禀报陛下！给我开炮！门开了，冲啊！这就是皇权，脆弱的像个笑话。传令全军，除了后宫嫔妃和国库，剩下的鸡犬不留，杀进去！站住！秦墨渊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前方是金銮殿，你敢带兵闯宫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天打雷劈，老子连那30万冤魂的命都敢背，还怕老天爷打雷？既然你想当忠臣，老子成全你！放肆，给我杀！霸王之勇，开！这怎么可能？第1回合断你兵器，第2回合破你龟壳。别杀我，我投降。晚了，第3回合送你上路。饶命！秦将军饶命！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！滚一边去！楚云天，见到我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骂我不是骂得很欢吗？放肆！秦墨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这是金銮殿，你提着刀闯进来，这是弑君，是大逆不道！朕是天子，朕的头上有上天庇佑，你若敢动朕一根汗毛，必遭天谴！天子，天谴？你别过来！护驾，流血，给朕拦住他！护驾！楚云天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要是老天爷真有眼，还能轮得到我来砍他？要说这世上真有天命，你这种只敢在女人背后耍阴招的小人，恐怕第一个就要受天谴，被雷给劈死吧！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外面，我的兵已经占领了京城，现在你的命是我的，你的江山也是我的。什么狗屁天命，刀在老子手上，老子就是天命。皇帝，时代变了。秦将军，有话好说。朕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向无天那个蠢货你杀得大快人心。只要你退兵，朕封你为1字兵监王，咱们平分天下，要钱给钱，要地给地，甚至朕的老婆都让给你。平分天下？楚云天，你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坐太久，脑子坐傻了？整个京城都是我的兵，这天下本来就是我的囊中之物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分？
你觉得我像是智障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是正统，那你干的那些事，哪一件像是人干的？天元3年，江南水患，百姓一子而食，你挪用200万两赈灾银，就为了给柳如烟修摘星楼。天元5年，北疆战事吃紧，你拒绝给前线运送棉衣，导致我3000将士活活冻死。还有这次，你在落凤坡埋伏5万御林军，就会将为你守国门的30万将士全部坑杀。这桩桩件件，哪一件不是丧尽天良，人神共愤？丁，宿主揭露昏君罪行，引发民怨共鸣，民心直加5000。这那都是被奸臣蒙蔽。奸臣，我看你才是天下最大的奸臣。下来吧你！放手！你要干什么？给我滚！我的骨头啊！这位置确实挺硬，还没我军帐里的行军床舒服。将军，秦将军，都是误会，全都是误会啊！是向问天那个奸贼害的，是他一直在朕耳边吹风，说你秦墨渊脑后有反骨，我是被朱由蒙了心才信他，我是无辜的。被蒙蔽？钓鱼林军的手印是你签的，落凤坡的刀斧手是你派的，现在刀架在脖子上了，你想起你是无辜的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改，我这就改。只要你不杀我，我立刻把皇位禅让给你。这诏书只有我写才名正言顺，你杀了我就是篡位，名声不好听啊，秦将军。名声？楚云天，你觉得我一路杀到这金銮殿，还在乎那点虚名吗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等你死了，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说你是暴毙，你就是暴毙。丁，触发主线任务，斩杀楚云天。诸位大人，刚才的好戏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想问问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秦将军，老夫早就对这昏君不满了，但我等身为臣子，无法拒绝呀。秦将军大破昏君计谋，简直是诸葛在世，为我大楚换了新天啊！秦将军威武！秦将军万岁！既然你们都这么痛恨这昏君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报仇的机会。他的本命就交给你们了。都行。诸位大臣怕是不知道，在战时，不服从命令的将士是要被当场格杀的。我秦墨渊不需要不听话的狗，别磨叽，快动手！我动手！乱臣贼子，还不动手吗？位置可不多哦。谁动手了，我不一定能看到，但谁没动手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昏君受死！老夫来除害！这样才对嘛！要打断你们这群文臣的脊梁，这才只是第一步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帝王威压已发放。戏台搭好了，主角死光了，但这出大戏好像还缺个谢幕的角啊！来人，去天牢把那位柳皇后给我带上来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粗鲁的狗奴才！我是大楚国母，你们怎么敢碰我？你们竟然敢看本宫的笑话！哼！秦墨渊，怎么是你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那是龙椅，你怎么敢坐上去？快给我滚下来！我说柳大皇后，
你是不是把脑子摔坏了？还没搞清楚状况？状况？问天哥哥是大楚战神，只要他一来，你这乱臣贼子就死定了。我劝你识相点儿，赶紧给我磕头认错，自负双手去向陛下请罪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磕头认错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是大楚最尊贵的女人，他们爱我护我天经地义。问天哥哥说过可以为我挖心，向问天，你在哪儿？陛下，有人欺负你的如也。行了，别喊了，梦做太久，该醒了。你想见他们是吧？诺，往那儿看。不可能！要不要我派人送你下去，跟你的皇帝哥哥一起？骗子，都是骗子！向问天，你怎么能死？楚云天，你怎么能输？你们都死了，谁来宠我？谁来护我？来人，把这疯女人关进天牢，别让她死了，我要让她活在醒不过来的噩梦里。等等，秦将军，我知道你恨我害死向问天，可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将军是盖世英雄，难道也要把罪过都怪在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身上吗？丁，检测到高浓度绿茶污染，建议宿主立即物理净化。行了，收起你那套把戏。将军，身不由己。当初楚云天要坑杀我30万兄弟，你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你怎么不觉得自己无辜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克死了向问天，克死了楚云天，把大楚江山都克没了。你这种扫把星，谁沾上谁倒霉。我要是心软，怕是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这种扫把星，谁沾上谁倒霉。我要是心软，怕是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再下去。大帅，既然这娘们是个祸害，干嘛不一刀砍了？留着还浪费粮食。砍了多可惜，这可是个宝贝。你想干什么？江湖上还有剑圣、独孤、吴王世子这些想当情种的傻子，留着当鱼饵，把那些藏在暗处的舔狗一个个钓出来杀。秦墨渊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！有本事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！在这个吃人的世道，当魔鬼总比当冤大头好。林大人，别躲了，那么大个肚子，柱子挡不住的。大帅饶命，下官家里两袖清风，真的没钱啊！谁问你要钱了？我是想让你带个路。听说大楚国库好东西不少，刚才打仗费了力气，带我去弥补一下受伤的心灵吧。是，大帅这边请。里面肯定金砖堆成山了，30万嘴的口粮有着落了。怎么这么黑？火把拿来。空的。你别告诉我，大楚的窟是遭了贼，还是被老鼠搬家了？大帅冤枉，下官冤枉啊！这可是几百年的积蓄，你要是敢耍我，我就把你塞这箱子里当国宝供起来。国库本来是充盈的，可花销大呀！修堤坝拨了300万两，太后大寿又拨200万两。放屁！堤坝是用稻草填的，一冲就垮。太后老太婆是拿金子铺地，还是拿珍珠洗澡？说实话，钱到底去哪儿了？少说一个字，我就切你一块肉。我说，都被借走了。陈俊谢家借走50万两，琅琊王家100万两，他们从来没还过。好啊，合着天下百姓交的税，全进了他们自家的地窖。我们在前面拼死拼命，这帮虫吃的满嘴流油。在，大帅有何吩咐？带上他，拿着账本带路。咱们不去兵营，也不去衙门，咱们去抄家。抄家？这活俺熟啊！大帅，咱们先抄哪一家？谁拿的最多就先抄谁。谢家不是借了50万两吗？那我就去他家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告诉兄弟们，备好麻袋，钱少一个子儿，我就剁他们一根手指头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搞钱意志强烈，触发隐藏奖励3000玄甲铁骑召唤卡1张，4开始加堡垒的无上利器。系统，你这奖励来的真是时候，正愁没人帮我搬银子呢。走，讨债去，砸门。我们可是跟着项将军打天下的，凭什么给个毛头小子卖命？他算老几？就是，项将军都死了，
咱们以后的日子怕是难搞了。都他娘的给老子站直了！再逼逼一句，老子剁了你们！傻猪，在，让弟兄们把眼珠子擦亮了。今天本帅心情好，给你们变个戏法。戏法？大帅您还会这手艺？变烧鸡还是变娘们儿？变天兵天将。娘嘞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黑云压城城欲摧，霞光向日金鳞开。我的个乖乖，这马还穿铁衣服，这撞上去不得成肉泥啊！全甲旗参见主公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大帅是天神下凡，跟着大帅胜应天命！都起来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本帅的亲卫玄甲旗。只要你们跟着我好好干，以后人人都能穿上这样的甲，骑上这样的马。别怕！大帅，府外有人送来急件。谁的帖子？是陈俊谢家谢安大人的亲笔请帖。是陈俊谢家谢安大人的亲笔请帖。摄政王殿下，我家主谢安特在府设宴，请京中名流作陪，邀王爷一叙。大帅，这谢家可不是好东西，刚查出他们欠了国库50万两银子，这宴无好宴，里面绝对养了死士，这是鸿门宴啊！要不俺带人把他们围了。王将军慎言，谢家乃大楚世家领袖，家主请您赴宴是给足了摄政王面子。怎么，王爷连赴宴的胆子都没有？谢安那个老狐狸，看着皇帝死了，是准备在酒桌上给我立规矩。王爷，去还是不去？给个痛快话！京城的名流们可都眼巴巴等着呢。大帅，那咋办？真去赴宴，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人家既然这么客气，请我们去吃饭，咱们总得带点拿得出手的伴手礼吧？伴手礼，王爷带几件古董珍玩即可。谢家什么没见过？传令下去，玄甲旗全体上马，随我赴宴。带3000重骑赴宴，你疯了？这是砸场子！怎么，谢家的饭，我这3000弟兄吃不得？你这是坏了世家的规矩！规矩，在京城，我的刀就是规矩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世家大族的门槛能不能扛得住我这3000铁骑。出发！主公，谢家这顿酒可不好喝啊！谢安那个老狐狸摆明了是设局，他请了京城所有的名流大儒作陪，就是要用礼法压您。要是在宴席上失了礼数，动了粗，明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会骂您是草寇，咱们有刀，在舆论上也输了。长风啊，你书读的太多，把脑子读僵了。他们想跟我讲礼法，讲规矩，行啊，我满足他们。他们讲礼法，老子讲物理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们的嘴皮子硬，还是我这3000铁骑的马蹄子硬。出发！哪位是秦将军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本王都不认识。原来是摄政王殿下，失敬失敬。我家老爷已经在花厅备好酒席，恭候多时。摄政王殿下，请吧。怎么，摄政王殿下是嫌门小？这可是咱们谢家的老规矩，
太祖皇帝当年微服来访，走的也是这扇门。您虽然贵为摄政王，但毕竟出身行伍，这煞气太重，怕冲撞了府里的文气。走侧门去火气，也是为了您好。您该不会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吧？规矩，本王今天就教教你，什么叫我大楚的规矩。你要干什么？这里是谢家，你敢动粗，全天下读书人都会用唾沫星子淹死你！傻猪，这门太小了，本王进不去。给本王敲门，让他们听听摄政王府的动静。得令，众甲营听令，给俺把这破门撞碎了！不可，那是太祖御赐的牌匾。外头何事如此吵闹？成何体统？谢老息怒，定是那粗鄙武夫在外面施了礼数，等他钻进来，咱们再好好教导。不好了，打进来了，打进来了！谢家主，这正门有点窄，本王帮你扩一扩，不用谢。你这个疯子！席在哪儿？本王饿了。秦墨渊，你竟敢毁我门庭！你这是有辱斯文，是暴行，是蛮夷行径！我要向天下人揭露你的暴行，让你遗臭万年！谢家主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！刚才你家管家说谢家的规矩大，门槛高，怕我这武夫进不来。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心善，最见不得别人为难。你，所以我就想着，既然门太小，那就帮你把门开大点。既然摄政王喜欢这种节制的进门方式，那就请入座吧。不过老夫得提醒一句，这门好拆，但这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可不好堵。我这人是个粗人，不会堵嘴，只会杀人。要是谁敢乱嚼舌根，我就把他的舌头割下来下酒。你看这法子管用吗？摄政王，当年王莽篡汉也是这般不可一世，可结果呢？身死族灭，遗臭万年。这天下终究是讲规矩的。你虽有兵权，但若没了我们这些世家的支持，没了儒家礼法的加持，你这位置坐不稳。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你毕竟出身草莽。说完了吗？你粗鄙！我今天来，不是听你上历史课的，我只办2件事。第一，把你们谢家藏的3000死士全部交出来，少一个人头，我就拿你儿子的头来凑。第二，刚去国库转了一圈，发现里面耗子都饿死了。听说谢家富可敌国，那就请谢家主做个表率，把你家产的80%捐给朝廷充军。80%，这分明只要钱到位，咱们还是好朋友；要是钱不到位，我就只能自己动手拿了。你做梦！秦墨渊，你这是明抢！我谢家乃是陈郡望族，太祖皇帝曾赐下丹书铁券，你敢动我的家产？你这是在与天下世家为敌，你就不怕大楚13州的世子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吗？丹书铁券，那玩意儿能挡得住我的刀吗？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！既然不想体面，那大家就都别体面了。我的头！你这个疯子！来人！谢家私藏甲胄，意图谋反，给我抄家！主公，如今谢家已倒，
百官臣服，经济兵马尽在掌握。这位置，您若是想做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哪怕那帮读书人嘴上不服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们也得。急什么？这龙椅烫屁股的很，现在坐上去，那就是把我自己架在火上烤。南边吴王招兵买马，北莽狼主磨刀霍霍。我现在称帝，除了过个干瘾，还得背上一身骂名，给那帮藩王送借口。主公深谋远虑，奴才愚钝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才是顶级阳谋。去，把宗人府里那几个皇室旁支的种都给我带上来。国不可一日无君嘛，咱们得找个新吉祥物。遵命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娘！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太大了，心思多不好管；太聪明，容易养不熟。就他了，这孩子叫什么？回主公，这是端王的庶孙，叫楚安，今年刚满5岁，生母是洗脚丫鬟，听说脑子不太灵光。不灵光，不灵光好啊！我就喜欢笨的，笨点听话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楚的皇帝了。先帝报世，国脉不可断绝。端王之孙楚安，天资聪颖，深泽太祖，堪当大任，即刻登基。荒唐，这简直是荒唐！臣等遵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刺金波浪鼓，你旨。奴才在。封秦墨渊为摄政王，总揽朝政军机，加9饷，战败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驴上殿。好玩，好玩。陛下觉得好玩就行。若再有人敢表达不满，我就让他知道，这金銮殿的地砖为什么是红色的。殿下，按祖制，新君首日朝会，您须行3跪9叩大礼，再听礼部宣读遗诏，祭告天地，百官上表，这一套下来，少说也要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，张大人，你觉得我很闲吗？礼不可废，这是祖宗家法，若乱了规矩，何以治天下？你腿子出身。行了，闭嘴！什么是礼？老百姓吃饱饭就是最大的礼。你祖宗定规矩时，大概没想过这天下会被人把桌子掀了。现在我坐在这儿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你有辱斯文！老夫今日就撞死在这柱子上，以全礼法。想死，成全你。拖出去，赏他80廷杖，让他感受下什么叫规矩。放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，秦墨渊，你敢！还有谁觉得这流程不对的？第一，取消跪拜，有事说事。第二，奏折删掉废话，超过100字没正事的，我让他把折子吃下去。那个放白眼的，眼珠子再翻就翻不回来了。冤枉啊，殿下！下官只是眼睛进了沙子。进了沙子，打40板子就通经脉了。带走。很好，现在大家都会说人话了。赵德，念，看看这名单上有没有你们的名字。礼部员外郎周正，贪墨修缮款8万两，夺官入狱。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才一个，赵德，继续。兵部司务李弘，户部主事无能，通敌卖国，满门抄斩。不走，全部秦墨渊！你只是在绝大楚的根基，没有我们，谁替你治理天下？治理天下，凭你们这些只会趴在百姓身上吸血的蛆虫！诸位同僚，若今日任他胡为，明日名单上就是你们。我们走，罢朝。走，正好。门外那80廷杖还没停，现在出去还能凑个整。你这个疯子！赵德，
名单最后一个人是谁？吏部尚书王宗。王大人，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帮你？秦墨渊，你杀不了我！看清楚，这是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，见金牌如见先帝。秦墨渊，跪下！先帝的规矩，在我这儿，先帝的面子不值钱。哈哈哈哈哈！聂，是。吏部尚书王渊尸位素餐，卖官鬻爵，革职查办，永不录用。礼部尚书张清坑谈误国，不知变通，革职，发配翰林院修书。工部尚书。冤枉啊，殿下！老臣对大楚忠心耿耿啊！他嘴里的忠心，就是随时准备在背后捅刀子。那些银子都是下面的人孝敬的，老臣拿了也是为了帮殿下疏通关系啊。疏通关系？你拿朝廷的官制去疏通你王家的人脉，你拿朝廷的官制去疏通你王家的人脉。殿下，你当这大楚的官场是你家开的菜市场？把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给我拖下去！是。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继续念。下面宣读新任6部尚书名单。新任吏部尚书原永州通判陈实，那个7品倔驴。新任工部尚书原将作监大将鲁班，一个儿一把的下九流，荒唐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殿下，这些人出身寒微，不通教化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您让泥腿子当尚书，这是乱了朝纲啊！出身寒微怎么了？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望族，除了会贪污受贿、3妻4妾、结党营私，还会干什么？那个陈实，3年治水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而你们呢？除了在京城喝花酒，连韭菜和麦子都分不清。那个鲁工匠造出了能日行千里的水车，改良了火炮，而你们只会盯着工部的账本，想着怎么把修堤坝的银子揣进自己腰包。我的朝廷不需要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，我要的是能让老百姓吃饱饭，能让我们打胜仗的人。只要能干事我就用，要是不能干，天王老子推荐的也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最后一项，赵德才思敏捷，筹谋有功。即日起，擢升为中书省丞相，统领百官，总揽政务。丞相，他一个落魄的酸叔。臣赵德领旨谢恩。退朝。没吃饭吗？腿软的跟娘们似的，都给老子跑起来！谁要是掉队，今晚的红烧肉就别吃了，去喝涮锅水吧。啊，肉，是肉！冲啊！为了红烧肉！大帅，您这法子真神了。以前朝廷募兵是抓壮丁，现在只要说是秦家军招人，排队能排到城门外去。这叫物质激励，跟大头兵谈家国情怀都是虚的。把肉塞进嘴里，银子发到手里，他们才会真卖命。大帅，这帮小子上手挺快，
就是这弩太费钱了，一根弩箭的造价够买2只烧鸡的，俺看着都心疼。心疼个屁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。告诉他们，得老子往死里练，箭不够就造，弩坏了就修。我要的是300步外就把敌人射成刺猬的杀气，谁敢偷懒，直接滚蛋！娘嘞，俺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饭。以前扛活过年都不见荤香，到了大帅这儿，天天想过年。可不是嘛！谁敢说大帅坏话，俺第一个剁了他。咱们这条命以后就是大帅的。誓死效忠大帅。主公，怎么了？天宇楼暗桩急报，有老鼠进京了。哪路的老鼠？这么急着来送死？是江湖上的剑圣独孤。有人出了10万两黄金的暗花，买您的人头。独孤老贼扬言要替天行道，还要救走柳如烟。他一人一剑，已过虎牢关，距京城不过100里。大帅，独孤可是武林神话，传闻一剑断江，取上将首级啊！俺这就去调玄甲旗，死守大营护驾。慌什么？哼，剑圣，武林神话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个人英雄主义这一套？他是不是以为这是在写武侠小说？只要武功高就能无视一切？传令神机营，准备好那几百架神臂弩。告诉他们，有活靶子送上门了。大楚摄政王，哼，不过是个沐猴而冠的屠夫。为了这大楚的公道，今夜老夫就要替天行道，斩了你这乱臣贼子！秦墨渊，你残暴不仁，天理难容。老夫独孤剑圣今日特来取你狗命。你若是识相，就自裁谢罪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吵死了！我说你们这些混江湖的，是不是脑子都练坏了？大半夜私闯民宅，砸我家窗户，还唧唧歪歪扯什么天理？摆个造型我就得怕你？你以为你是唱戏的？放肆无知小儿！你以为有点兵权就能无法无天？在绝对的武力面前，你的群谋都是笑话。老夫10步之内人尽敌国，受死！动手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完全没发现？很意外吗？以为这是写武侠小说呢？大侠单枪匹马就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？醒醒吧，老东西！这里是军队，是朝堂，是国家机器。你练了一辈子的武功，能挡得住剑10支，还是100支淬毒重弩？卑鄙无耻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本事跟我单挑！哼，单挑？我有30万大军，我有神机营，我有县阵营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一个江湖草莽玩单挑？你也配？放！哈哈哈哈！残铁俗兵也想破老夫的护体刚毅，做梦！这不可能！武林神话在神机营面前，你也不过是稍微耐射一点的靶子罢了。报！摄政王，大事不好！南方800里加急，吴王联合3路藩王反了！反了！吞吞吐吐干什么？他们集结水陆大军20万，打着秦王旗号，已经渡过长江天险了，不宜硬拼呐，不如派人议和，给吴王加封9宿。
议和？担心个屁！告诉天下，吴王造反，这一仗老子不接受投降，不接受议和！快，把从王太师地窖里抄出来的银子全拉走，换成兵器，换成粮，一刻也不许耽误，都给老子快点儿！大帅有令，谁敢延误军机，直接塞进炮管里轰出去！宪军营，把刀磨快！咱们这次去江南是去砍人的，不是去切菜的。弟兄们，刚才兵部传来消息，南边的吴王反了。那个老东西带着20万所谓的秦王义师，说要来京城取我的脑袋。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。一群在江南烟雨里泡酥了骨头的少爷兵，也配跟咱们镇北军叫板？他们不是来打仗的，他们是来送快递的。送什么？送钱，送粮，送地盘。江南的钱庄里堆满了银子，那本该是大楚的，是百姓的，现在全被吴王霸占了。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。既然不答应，那就跟我走，把那些吸血的藩王全捏死，把江南的富庶变成你们的军饷。目标徐州，全军开拔，去看看是他的楼船硬，还是老子的刀硬。主公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这一仗打下去，江南又要生灵涂炭了。涂炭？这天下就像个长满毒瘤的病人，吴王就是最大的毒瘤。不把腐肉剜掉，天下永远好不了。收起你那悲天悯人的圣母心。我是个俗人，也是个暴君。我只知道，只有用刀把这天下杀个通透，才能换来真正的太平。驾！传令前锋营，全速突进！别让吴王等急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听听他跪在我面前求饶的声音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秦王义师。赵德，你看看，这哪是来打仗的，这分明是来野炊的。回主公，那是楚王的兵，那是他们当地的风俗。风俗个屁！一群乌合之众，真打起来，不用咱们动手，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擦。大楚吴王特使在此，请摄政王出来答话。既然是特使，那就让人家上来。在下吴王府参军，特来传达王爷居令。秦墨渊，你弑君犯上，囚禁幼主，早已人神共愤。如今王爷大军压境，你若识相，便立刻下马受缚。王爷仁慈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，否则大军过河，定让你是来劝降的。正是，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这是古礼。怎么，摄政王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你在我的地盘跟我讲规矩，我连皇帝都杀了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什么古礼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这话太多，听着烦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特使，我是读书人。你书就是这样读的？我的耳朵！把他扔回船上去，带句话给吴王，要想我的脑袋，让他自己滚过来拿，派个废物来恶心我，这就是下场。看出来了吗？吴王的营盘在中间，楚王在左，淮南王在右。这三家虽然号称联军，但营寨之间隔着老远，甚至挖了壕沟防备。这就是一群貌合神离的土包子。他们谁都想保存实力，一旦遇到猛攻，必然互相拆台。没错，既然心不齐，就没必要跟他们玩什么战术穿插了。在这种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，任何花哨战术都是多余的。在这种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，任何花哨战术都是多余的。传令下去，把所有的玄甲旗和宪军城顶到最前面，集中一点，中央突破，像切豆腐一样，把他们的中军大帐给我切开。今晚我要在吴王的帅帐里烤火。怒！走，让这群土彪子好好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打仗。大帅，咱们不是要中央突破吗？前面就是吴王老小子的中军大招，只要一个冲锋，俺就能把他的脑袋剁下来当球踢。急什么？直接冲过去，那是莽夫干的事。就算能赢，弟兄们得死多少？既然是打仗，那就得动动脑子。
赵虎听令，末将在。给你5000轻骑，不冲阵，给我死死咬住清水县。记住，只攻城，不破城。哈哈哈哈！把动静闹大，让吴王那老东西觉得他的饭碗要被我砸了。嘿嘿，得嘞，俺这就去把那破县城给围了。来来来，今日痛饮，明日破敌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秦贼没打咱们，分兵去打清水县了。什么？清水县那是咱们的粮草中转站啊！粮仓快守不住了呀，满天都是火箭！卑鄙无耻！这秦贼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王兄，粮草是命根子啊！清水县丢了，20万大军明天就得喝西北风。快派人去救！末将愿往。李将军，本王给你8万精兵，秦贼主力没动，就派5000人去偷袭，简直是找死！王爷放心，末将定把这5000人包了饺子，提秦贼的头来见。哈哈哈哈！秦贼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上钩了。都给我快点，别让那5000只小老鼠跑了！将军，8万人抓5000人，简直是用牛刀杀鸡呀！哼，那个姓秦的匹夫连兵法都不懂，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来了。神机营，准备。等等，怎么连声鸟叫都没有？放！那是什么？救命啊！雷公发怒了！什么妖法？这叫科技！下去洗地，一个不留！怎么还没消息？抓猪也该抓完了吧？王爷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李将军呢？8万人呢？李将军死了，8万兄弟全没了。8万精锐就这么没了？大帅，真让您算准了。围点打窑这课上完了，接下来教教他们什么叫夜袭。传令全军，弦麦急走！今晚咱们就在吴王的大营里开庆功宴。风向变了，老天爷都在帮我。系统商城里的猛火油，为了对付你们，老子可是下了血本。今晚就让你们尝尝现代科技的威力。哈哈哈哈！秦墨渊那个缩头乌龟，连过河都不敢。王爷英明，咱们3座大营铁锁连舟，首尾相顾，他秦墨渊插翅难破。等天一亮，本王就用他秦墨渊的头盖骨当酒碗。傻猪，在。告诉吴王，本帅请他们烤火，点火，放。放！天上掉下火球啦！走水了，快救火！慌什么？几支破火箭能奈我何？给我用水浇灭！我的眼睛！王爷，这火扑不灭，遇水烧得更旺啊，连石头都在烧。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妖术？快跑啊！炸营了！
救命！我的腿着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快跑！天王我也啊！我的20万大军！吹号，全军突击！兄弟们，主国有令，站着的全给老子砍了，跪毙不杀！冲啊！爷爷饶命！别杀我！我们投降！我们不想打仗啊！饶命啊！主公，这一把火恐怕要烧掉他们10年的元气。这一战之后，南方再无敢战之兵。那是他们自找的。既然敢伸爪子，就要做好被剁掉的准备；既然敢造反，就要做好被烧成灰的觉悟。传令赵虎，在。不用急着追杀，把口袋扎紧了。等到天亮，我要去吴王的废墟上，听他叫我一声爸爸。饶命！大帅饶命啊！主公，5万俘虏粮草不济，不如全坑杀了。5万俘虏粮草不济，不如全坑杀了。坑杀，多可惜的壮劳力！大楚正好缺人修路，传令，凡千夫长以上军官拉出来砍了祭旗，当官的带兵送死，该杀。诺！放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，饶命！剩下的大头兵编入苦力营，敢跑敢偷懒者杀无赦，用下半辈子给百姓赎罪。大帅，抓到条大鱼！放开姑！姑是亲王，是皇叔！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敢对姑无礼！皇叔，我呸！大帅面前，你也就是个屁！哟，这不是吴王殿下吗？昨天不还要取我项上人头，怎么今天跪着说话了？秦将军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是楚王蛊惑本王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是先帝的亲弟弟啊！想多了，我这人孤儿出身，没那么多亲戚。不，我是皇亲，你不能！20万大军被你带成这样，留着你也是浪费大楚的粮食。全军听令，打扫战场，班师回朝。大帅，您瞧瞧这场面。以前咱们进城，老百姓跟见了鬼一样关门闭户，今儿怎么个个跟见了亲爹似的？摄政王万岁！秦大帅威武！多亏了大帅，咱京城才没被战火糟蹋啊！主公，这就是民心啊！百姓不懂正统，只知道是您把战火挡在了长江以南，这就够了。丁，民心值暴增5万点，宿主获得称号大楚守护神。没想到我这个反派暴君，有一天也能混成大楚的守护者。臣幸不辱命，江南已定，四海升平。今晚在麟德殿设庆功宴，把吴王那几个叛徒的脑袋挂在殿外，给大家助助兴。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岁！听说西域那边送来了一批绝色舞姬献礼，
正好打了一仗，该放松放松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不醉不归。